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叙事治疗的治疗历程。叙事治疗的过程当中，会邀请当事人用新的语言来描述他的生命经验。所以因此我们要协助当事人觉察主流文化对我们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和冲击，扩大当事人的独特观点和视野，协助他发现并且开展新的选择。治疗者主要的功能是帮助当事人建立比较适合的新的故事的发展，一起来探索问题对当事人的冲击，以及如何降低问题对他的影响。透过提问，治疗师提供当事人一个机会去探索各种面向的生命经验跟情境，有助于彰显出文化潜藏的许多的假设。这些假设有可能建构了影响了当事人的问题。提问经常是循序渐进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渐渐的探索，并且渐渐的建构当事人的经验，以及思考这些经验可能的改变。叙事治疗师和当事人一起解构充满着问题的故事，发展出另外一个新的故事。叙事治疗师相信问题是问题，人和关系不是问题，而这些问题经常是文化的产物。我们活出自己的人生，需要面对问题，但不需要成为问题。将人和特定的问题区分开来，让当事人不用自我责备的方式来说他的故事。外化是解构故事力量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人和问题区分开来，当事人把自己视为问题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们就很难去处理问题。在当事人表达问题的时候，可以用自己以外的心情和语言来说，这样他就会和问题建立起一种有距离的关系。例如说，我们称一个人为酒鬼，或是说他被酒误了一生，是不一样的。这样把自己独立于问题之外的方式，让当事人和故事有了一个距离，不会用自我责备的方式来说故事。叙事治疗最广为人知的策略是外化。问题外化是由 Michael White 从他的实务经验当中发展出来的，最主要的是要处理人和问题的关系。问题才是问题，人不是问题。问题本身有它的生命，问题运作的时候会影响这个人，但这个问题不是等于这个人。问题会运作、冲击或者渗透一个人的生活，但是是独立于这个人之外的东西。外化是这个信念的实践。问题的控制力不是绝对的掌控，人的一生当中总有几次不被问题所影响，这样的不被问题所影响的经验，在这些经验当中，问题无法100%操控这个人。在文化的脉络之下，理解问题跟人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们透过文化的脉络看到问题是一个故事，但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问题的出现是有它的背后的文化脉络的影响的，也代表着一个特殊的特定的世界观。问题的存在在社会脉络当中是由种族、阶级、
性取向、性别等文化环绕的各种信念所营造出来的。我们在使用外化的方式去了解所面对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外化的态度比技巧更为重要。问题的外化可以打开空间，让当事人做自己故事的作者。问题外化不是要消灭、铲除、杀死问题，而是透过外化，将一个新的语言和关系的空间被纳入在原来的故事当中。也就是透过外化，是要创造一种语言和关系的情境空间，让原本被问题给挤压、压迫和控制的个人能够想象并且活化个人如何与问题有着不同的关系，或者有比较好的关系。在外化对话之后，会继续寻找独特事件，也对这样的独特事件提出问题。治疗师问的问题，他的目的是在强调问题没有发生的时候，或者是问题被成功解决的时候，你是否曾经有过成功控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比较少生气的经验？你是怎么做到的？像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寻找独特事件的提问。独特事件通常可以在过去或是在现在找到，但也能假设未来可能会发生。像是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比较少生气？将各种问句的答案串联起来，就开始了一个与一个相反的故事。叙事会谈的转捩点是当事人要决定自己是不是要继续留在一个充满问题的故事当中，还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故事。借由提出如何达成未来目标的假设性问句，治疗师可以把焦点转移到未来。像是你达成了自己的目标之后，你会再做些什么？这样的问句会让当事人去想，他现在做到的是什么，之后要怎么做。叙事治疗相信新的故事成立的要件是有听众欣赏并且支持这些故事，所以叙事治疗会刻意寻找适合的听众。如果要巩固当事人目前进步的成果，可以写一封信叙说整个进步的情形给当事人。叙事治疗师写的这些信记录了咨商的过程，包括问题的描述，以及对当事人的影响，还有当事人的能力等等。信件中的故事彰显了当事人面对问题的挣扎和努力，而这些正是当事人喜欢的故事。叙事治疗的特点是适用于多元文化之中。文化的多样性让当事人常常会有不同的主流期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所要顺从着主流社会议题也不相同。但后现代治疗取向认为，我们知觉到的真理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我们认为的真理才是真理。这样的想法很适合多元文化的当事人寻找自己真正的故事。